F-14熊猫作为美国海军曾经的绝对主力舰载机，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6年，其都始终被认为是全球最顶级防空战机。其凭借充满力量感的外形，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颜值就是战斗力。当然 F-14可不只是好看的花瓶，其搭载以 AWG-9 雷达为核心的武器系统，以及 AIM-54 不死鸟空导弹，这套组合拳能够使 F-14拦截远至190公里之外的超音速轰炸机，将超视距空战推向一个新时代。自90年代至今，美军中也仍没有其他的空导弹比得上它。当年的 F-14可谓是独孤求败，即便是放到如今，那也是相当能打。但为何美国却还是将其提前退役？外形如此炫酷的 F-14战机还能否重现？如果让火力军选出全球史上最帅战机，那非 F-14熊猫莫属了。之所以喜欢 F-14，还是因为卡通片《太空堡垒》剧中的变形战机 VF-1的原型机就是 F-14熊猫。这款战机搬到卡通片里更加显得亮丽无比。而在次年推出的电影《捍卫战士》中，帅气的年轻阿汤哥开着巨大的钛合金喵喵飞过航母甲板，更是让无数观众拜倒在 F-14的英姿下。而 F-14战机的出现可谓是时势造英雄。美国研发 F-14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拦截苏联的战略轰炸机，而这也为他后来的早早退役埋下了伏笔。在上世纪50年代，喷气式轰炸机加反舰导弹的组合已经成为了新的海上威胁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核子狂热的时代，这些反舰导弹还被美海军假定会携带核弹头。1955年，美国海军提出了新的舰队防空作战构想，那就是为航母配备具有多目标探测和追踪能力的远程重型舰载战斗机，在舰队方圆200海里之内编织一层防空安全网。而这在航空领域至少从2个方面对飞机设计师们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首先，飞机的起降距离必须缩短，其次，拦截突防的速度也要提高。这些要求也好理解，核武器本来就是毁天灭地的，这张牌当然是越快出手越好，所以核武器载机的突防速度都是尽可能的快。美苏都在50年代提出研制超音速远程轰炸机投放核武器。美国是康维尔的 B-58 盗贼轰炸机，苏联是图波列夫的图22轰炸机。至于对应的拦截机就更不用说，能拦得越远越好，最好能堵在敌人家门口甚至家里拦截。所以无论突防还是拦截，对高速的要求是一致的。如此一来，变后掠翼就震撼登场了。起飞时减小后掠角就能得到大展现比，高速飞行时增大后掠角得到小展现比。F-14的前身是美国空军和海军联合研制的 TFX 战机计划，其中空军型为 F-111A， 海军型则是 F-111B。 但是由于 TFX 计划是由美国空军所主导，这也就注定了美国海军的作战需求不可能得到完全满足。空军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著名的 F-111战斗轰炸机，但在1965年5月18日后，海军型的 F-111B 首飞后，但其性能让美国海军大失所望，许多设计都不能适应舰载作战环境的需求。致命缺点是重量过大，系统过于复杂。随后，美国海军终于得到批准，开始自行研制自己专用的舰载机。计划命名为 VFX， 海军利用 TFX 项目的核心技术研制了 F-14熊猫，而 F-14之所以被命名为熊猫，也是一段趣事。在格鲁门公司设计的战机中，大多都是以猫科动物来命名，例如 F-4F 野猫、F-6F 地狱猫、F-8F 熊猫，而 F-14熊猫的名字来源于该战机发展初期中支持该项目的2位将军，海军上将托马斯·摩尔和海军中将托马斯·康纳利。他们深信 F-14将会成为美国海军最需要的战机，取名的时候便提取了他们的名字里的 Tom， 加上格鲁曼命名传统里的 Cat， 就成为了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熊猫。而同时期开始设计的美军新一代战略轰炸机 B-1也当仁不让地采用了变后掠翼的设计，以满足高低空超音速突防的需要。
欧洲人看着眼红，于是英德意3家联合研制的狂风战机也用上了变后掠翼。柏林墙对面的苏联人更不示弱，图波列夫的2款轰炸机图 22M 逆火和图160海盗旗，苏霍伊的苏24战斗轰炸机一样是变后掠翼。一时间家里要没个变后掠翼的玩意儿镇宅子，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我们说回 F-14， 在 F-14 服役前，美国海军的舰队防空系统仅有 RRM-8 黄铜骑士防空导弹和 F-4 鬼怪舰载机，它们的性能均无法应对新式喷气式轰炸机的高强度攻击。F-14 原型机于1970年完成首飞，1972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共装备了478架，其拥有一对标志性的可变后掠翼，这带来了强大的机动性，当然还有充满力量的颜值。其可以携带的6枚 AIM-54A 不死鸟空对空导弹是当时美军射程最远的空导弹，与之搭配的 AWG-9 雷达能够同时跟踪多达24个目标，在攻击目标的同时还能继续扫描领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格鲁曼 F-14都被认为是美国海军中最为重要的战机。大猫低速性能又好，还能玩高速截击，简直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绝佳武器。在当时，只有熊猫才能够保护航母战斗群免受远程巡航导弹的攻击。然而，这样一款哪儿都好的战机，为何在仅仅20年后就早早退役？其中最显著的原因就是苏联的解体。90年代苏联解体，这意味着基本上不会出现有海上的敌对力量，对美航母编队造成足够的威胁。美国的核心威胁消失，拦截战略轰炸机和远程巡航飞弹，这个 F-14最核心的作战任务没了。而且美军针对海军的定位也越发的挤压，空军通过海军盟友的基地以及空中加油等长距离奔袭能力的提升，都使得美国海军传统的航母打击群定位被日渐削弱。航母打击群从过去的先遣攻击地位退缩成现在关键海域的封锁防御地位，这攻守的切换就直接导致航母上的飞机战斗群配置变化。过去的 F-14除了承担航母的远程外围防御外，还承担进攻过程中的目标空域制空权夺取的任务。但当航母打击群转为防御后，这样的战术需求也就没有了。当然 F-14并没有立即退役，美国海军还在不断的对其改造，以适应新的任务要求。1980年 F-14D 超级熊猫首次出现，在雷达、电子设备和武器系统进行了升级改进，装备了低空导航和瞄准夜间红外线吊舱以及制导炸弹，从而能够执行夜间攻击轰炸任务。但是与此同时 FA-181F 超级大黄蜂机队也已建立起来。在大猫与超级虫的选择中，美国海军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2003年，美国海军所有 F-14被 FA-181F 所取代。2006年9月22日，原定于2010年退役的 F-14战斗机提前退役。自此，最后一架 F-14D 也在2008年被取代。自此，美军的熊猫彻底告别了天空。F-14的退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依然可能是那时现役舰载机中性能最好的一款，而且 F-14的很多优势是 F-18无法替代的。那么美国海军为何要超级虫而不要大猫呢？本来在之前 F-14和 F-18是类似 F-15与 F-16这种高低搭配。F-14航程大、速度快、机动性好，主要任务是截击对方战斗机。换句话说，这是一款定位空优的战斗机，负责的是航母战斗群最外层的防御工作和夺取制空权。F-18各方面性能都比较一般，所以一开始定位就是对地攻击兼有一定的制空能力，在夺取制空权后进行战场的扫荡，两者互相搭配可以说十分完美。但是 F-14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 F-14真的是太重了。作为一款重型舰载机，在航母那小小的降落跑道上 ，F-14根本无法做到安全的带弹返回。在降落的时候，出于安全考虑，需要保持飞机的重量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因此多余的燃油需要排掉，一些没有使用的挂载武器也需要抛掉。为了能安全降落 ，F-14在返航降落时要把所有的不死鸟导弹扔到海里。
所以只要不死鸟挂载上了熊猫从航母上弹射出去，就意味着打不打都要报废，不会像别的飞机导弹没打出去还能带回来拆下送回弹药库。 F-14加不死鸟上天后，就算屁事儿都没有，返航时也要把它们全部扔到海里才能降落，这对于财大气粗的美国海军也是一阵肉疼。而大猫之所以这么重，一方面是本身就需要大航程高速拦截，另一方面就是这一整套的变后掠翼装置。F-14的那个钛合金翼核重达800公斤了，对于讲究机动性的战机而言可不是好消息，特别是对于垂直机动性而言，800公斤相当于绑了2颗 Mk83 炸弹。采用了推力更大的 F110G1400 发动机的 F-14D， 在携带了4枚麻雀、4枚响尾蛇导弹时，在6000米的爬升率为每秒151米，也只相当于 F-15C 携带4枚麻雀、2颗 Mk84 的同高度的爬升率。可见沉重的变后掠翼装置对战机的垂直机动性有多拖累。而这套装置不仅沉，内部设计还极为复杂。我们都知道，东西一旦复杂，相应的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提高。可变后掠翼装置是 F-14的维修成本一直是美军的3代战机中最高的。想象一下，你如果是地勤人员，每次的战机保养都需要面对变后掠翼装置里的各种复杂线路和联动装置，真是想想就头疼。并且大猫与超级虫相比，它其余地方的可靠性也是一言难尽。F-14最糟糕的时候，妥善率只有40%左右。70年代的 F-14可靠性属于一个中队12架飞机都抽不出6架能用的水平，这个数字已经逼近飞行的黄金 B-2 轰炸机了。而这样的原因，除了复杂的变后掠翼外，还要得益于其极其复杂的雷达系统。许多时候 F-14不得不带着故障的 AWG-9 上天执行任务，这还不算频频出问题的 TF-30 引擎，甚至是到了后期 F-14D 换装了 F-110 引擎，仍然出过让整个机队一度禁止使用加力的大事故。可以说，引擎的可靠性问题始终伴随大猫一生。其结果便是 F-14的维修与飞行时间比例贼高，维护时间高达40至60倍飞行小时。与之相比 F-18 只有20倍小时，后期 EF 版的超级虫则降到只有10至15倍小时。这意味着 F-14出动一次所花费的时间 F-18 就能出动2次甚至 2.5 次。在90年代的极限出勤测试中，甚至有 F-18 一天能够从甲板上出击5次的记录。F-18 极其良好的出勤率令其架次生成能力远胜于长期被出勤率和妥善率困扰的 F-14。而 F-18 相对于 F-14在作战能力上主要是2点令人诟病，一个是舰队空防截击能力不够快，这受制于外8字挂架和本身翼型对高速的优化不如 F-14， 另一个则是远程打击能力，前者的话其实没那么大问题，因为 F-14 如果不挂副油箱，截击半径也很有限，而如果挂了，那么对不起，不能往死里踩油门了，只能限速 1.5 马赫。而远程打击能力的话确实是个问题，近距离作战上 F-18 的高出勤率带来的额外架次完全能够抵消掉 F-14 多挂的优势，但在远程打击任务上，就算 F-18 能用多出来的架次搞伙伴加油，延长打击距离，但一些极限航程上的任务还是完不成。但麦道公司很快就搞出了 EF 版的超级虫，比起之前的 F-18 早期型号，在航程上的劣势有所改善的同时，载弹量也提高了。而 F-14 引以为傲的变后掠翼系统，在日渐成熟的飞控面前，作用被日渐削弱，反倒死重大的问题被无限放大。原来 F-14 能干的活 F-18 干不了，所以需要 F-14 的存在。但是现在一架 F-14 能干的活派2架 F-18 也能基本干好，但2架 F-18 的成本还没1架 F-14 高，并且如果统一只使用一种 F-18 的话，由于只需要维护一种飞机，维护成本在原有的基础上还能减少。在整个美国军费削减的大环境下， F-18 廉价的这一优点无疑相当有吸引力。所以与其抱着现有的老旧 F-14 不放，不如采购更便宜、使用成本更低廉的 F-18。于是在2006年7月28日，部署在罗斯福号航母上的2架 F-14 战机架起飞，
去为驻伊拉克美军提供空中支援任务，成为了大猫作为现役战机的最后一次战斗飞行。至此 F-14为何早早退役的前世今生算是讲完了。那么火力军作为大猫的颜粉，既然 F-14家人已逝，那么未来还会不会有像大猫般酷炫的变后掠翼战机呢？其实美国当年的确有这样的计划，在洛马公司获得美国空军的 F-22战机研发合同后，美国海军也向美国国会提交了海军高级战术战斗机项目计划，希望能够以 F-22战机为蓝本，为美国海军研发一款舰载机版本的 F-22，也就是 F-22N 舰载隐身机。F-22N 与 F-22在外观上最大的不同，就是采用了 F-14上的变后掠翼设计，因此该款战机 F-14的精神延续。毕竟大猫已经成为美国防空舰载机的代名词。在提交 NATF 项目的同时，美国海军还同时提交了 AX 和 AFX 项目，希望研发一款变后掠翼布局的远程隐身攻击机，这样就可以和 F-22N 一起执行任务。由 F-22N 隐身战斗机夺取制空权，远程隐身攻击机负责对地攻击，但战机的隐身性和变后掠翼天生不能共存。隐身就意味着战机机身必须通体光滑，线条流畅，绝不允许有超越电磁散射限制的任何缝隙和凸起的存在。而变后掠翼技术，起码在当前而言，还是需要外部机翼在翼套里伸缩，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上下两条又长又宽的缝隙。对于电磁波的爬行波而言，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结果就是雷达散射强度的提升。因此，即便机身别处都采用隐身设计，但只要存在变后掠翼装置，造出的战机隐身性能就不会太好，并且脱胎于 F-14和 F-22的新型隐身战机体积依旧较大。虽然变后掠翼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其在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的停放效率，和 F-35等中型机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此时美军各大军种正处于冷战后期的大裁军阶段，美国海军的各种先进武器装备项目都被国会否决， F-22N 舰载隐身战机自然也不可避免。而随着多用途战机潮流的到来，随后的海军版隐身战机就是大家熟知的 F-35了。或许当前的科技无法兼容隐身性与变后掠翼设计，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在有了新型隐身技术的情况下，隐身加无人版的超级猫会重新闪亮登场。那么你期待这样的新型战机吗？你对未来变后掠翼战机发展有何期待？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